寒假离校的路上，我遇到一个来搭讪的奇怪男人，正准备拒绝时，眼前飘起一大片弹幕，这就是 S 大图书馆凶杀案的受害者吗？他还好年轻，好可惜啊，活该人家就要个微信，给了不就没事了，蠢的没边了，给了微信溜走就是了，非要拒绝别人，死了吧。我按照弹幕的话，当面顺从的给了微信，准备离开后偷偷删掉好友，却被暴怒的男人追上来砍了20几刀。再睁眼，弹幕依旧在滚动，活该，谁让他加了好友又拒绝的，不是耍人玩吗？不想加好友，一开始坚定拒绝，不就没事了。寒假，学校图书馆，我拎着行李箱赶路，一个男生突然拦在我面前，同学，加个微信。我急着赶高铁，正打算开口拒绝，眼前突然飘起一大片弹幕，这个就是 S 大图书馆凶杀案的受害者吗？他还好年轻，好可惜啊，他好惨啊，最后被分尸几十块，凶手还咬死说他们是感情纠纷，是女生玩弄他的感情，才逼着他走上绝路的，最后还是靠这个图书馆监控内容才还原了真相。可惜个屁，人家就是想要个微信，老师给了，不就没有后面的事情了吗？就是这男娃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，如果不是这女的拒绝的太狠，他也不会起杀意，这蠢女人把自己和对方都毁了。男生头顶的鸭舌帽帽檐遮住了大半张脸，说话语调阴恻恻，衣服外套左侧鼓起了一小块，依稀像是砍刀的形状。这一切似乎都在警告我，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些奇怪文字说的是事实。如果我拒绝给微信，那么下一刻，这个男人就会因为恼羞成怒而砍死我。我在看向弹幕，离不离谱啊？为什么总是在挑受害者的毛病啊？本来就是他蠢，做事完全没脑，先加微信，之后再偷偷删掉不就好了？没有自保能力，还要当面起冲突，不刀他刀谁？我不敢拿自己的命去赌，只好小心谨慎地学着弹幕上说的正确处理方式，乖巧顺从地给了对方微信。男生拿到微信后，最开始的确像弹幕推测的那样放过了我，他忙着给兄弟群里的战友汇报自己的新战绩，完全无暇顾及我。但就在右脚刚跨过图书馆门槛的时候，一双冰冷的手拦着我的去路，他一只手捏住我的腰，一只手拉住我背上的肩带，弹了几下。我吓了一跳，想骂人，想尖叫，想逃跑，想反击，但是想起弹幕的话，我最后还是选择稳下性子，顺从的开口，我要赶高铁，快迟到了，先让我走吧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回校再说。男生一脸淫笑，还走什么呀？你都给我微信了，就是愿意当我女朋友了，我同意了，怎么样，很高兴吧？还回什么家？跟我去酒店，哥很大方的，房费哥请了。他凑近我，手自然地搂上我的肩膀，呲着一口蜡黄的牙朝我的脸靠近。这回我看清了他的脸，脸上全是坑坑洼洼的脓泡，我没忍住，哇的一下吐了出来。男人脸色马上变了又变，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已经接受我了吗？现在是要反悔吗？妈的，臭婊子！我就知道你们这种女的面上装清纯，实际上都是狗眼看人低。我想叫救命，刚张开了嘴，却发现声管已经被人切开了。我像濒死的鱼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意识彻底消失前，我看到男人从腰间抽出大砍刀，像剁猪骨头一样，一刀一刀往我身上砍。再睁眼，眼前的弹幕在疯狂滑动。这就是 S 大图书馆凶杀案的受害者吗？他还好年轻，好可惜啊！这个凶手真是好变态，杀人之后还把尸块插成稻草人放在田里。不小心看过一次那张人体稻草人照片，人都死了，还被扒光了暴晒，我吐了3天，好恐怖！求资源，求资源！要我说也是这女的活该啊！你们看看她待会的操作，都是因为她接受了男人的微信，给了对方希望才有这样的下场。就是要拒绝就拒绝的干脆一点，态度那么暧昧，不是自己找死吗？不行，拒绝不行，接受也不行。问题根本就不出在我身上，更加跟我所谓的处理方式没有关系。根源在于这个变态，只要遇到他，被他盯上了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受害者会死的主要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遇到了凶手。那如果我遇不到他呢？思考再三后，我开始拨打求救电话。你好，我是 S 大的学生，现在在 S 大的图书馆里，这里有一个带着大砍刀的变态，请你们尽快派警察出警。我用最简洁的语言报警，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每说一句话，我的脑海就会出现一连串哔哔哔的消音声。我傻了，又试图向学校保安打电话求救，依旧是同样的结局。不管我拨打谁的电话，都无法向外界传递出图书馆里有个变态杀人狂的讯息。我绝望地瘫坐在地上，下一秒又重新抓起手机。我不能就这样放弃，不能直说，那就换个方式。这次我拨通了119，你好，我是 S 大的学生 ，S 大的图书馆着火了，火势特别严重，麻烦你们快些出警。既然无法将凶手的信息传递出去，那我就换个方式把救援骗过来。您进牢房，也不要进停尸房。对面电话接通后停顿了几秒，传来不解的声音，你是 S 大的学生，然后呢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是信号不好吗？你好，听得到吗？请说话。我绝望地看着眼前漂浮起的红色提示语句，警告宿主言行违背正常行事逻辑，已被禁止，
警告宿主言行违背正常刑事逻辑，已被禁止。我崩溃了。不管怎么转换描述方式，任何企图把救援骗过来的相关言语都会被屏蔽掉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叫违背正常刑事逻辑？难道学校图书馆里突然出现一个男人，莫名其妙要砍死我，这就符合正常逻辑了吗？好奇怪呀，他为什么一直给别人打电话，却又不说话呀？精神有问题吧？这样看来，那男的也不算做的全是坏事啊，至少阻止了一个女疯子发疯。据说人在临死前会有感应，他是不是感应到自己会死，想自救？妈耶，我毛骨悚然了，他打的电话全是110119之类的，真的很像在自救，少看点怪力乱神吧。哪个正常人能提前感知到死亡结局，还能提前找救兵啊？都不符合逻辑。我绝望地看着眼前的弹幕，这就是所谓的不符合现实刑事逻辑吗？老天已经给了我重来的机会，他不允许我再做出更多违背常规的行为。没有别的办法，我只能在图书馆静静地等待。这一次，我特意选择比上一次多待了5个小时，企图避开杀人犯。我丢掉了行李箱，靠着墙边一路悄摸摸地摸出去。靠近出口时，我咬紧牙关，一口气猛冲出去。坚持住，一定要冲出去，冲出去找保安，我才有活路。而就在我刚要踏出门口的瞬间，脑袋被重物狠狠地敲了一锤。身后传来暴怒的声音：“你是故意在躲我吗？你要跑到哪里去？”在我彻底晕死前，余光看到有同学朝我这赶来，想要帮忙，却被男人一个个赶了回去。没事没事，这是我女朋友呢。小女孩生理期情绪不稳定，跟我闹脾气，我哄哄她就没事了，给我们小情侣留点空间。我不认识她呀！我竭尽全力想否认，却喊不出一丝声音，刺骨的绝望感逐渐淹没我的全身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了图书馆里。我抱着完好的身躯，蜷缩在图书馆的角落，忍不住痛苦干呕。虽然每一次都能重来，但每一次的痛苦都无比真实，我仿佛还能感受到那种濒死感。弹幕依旧在疯狂滚动，这就是 S 大图书馆凶杀案的受害者吗？他还好年轻，好可惜呀！这凶手好疯啊，女生跟他毫无交集，莫名其妙就被砍死了。而且他砍死人之后，还拍摄视频卖到外网上，视频里他一边鞭尸一边荡妇羞辱，好恐怖啊 ！WOC 那么惊爆，带感哦，求资源求资源，也怪不得别人，大家放假都早早回家准备过年了，就他自己一个人在图书馆待到3更半夜才走，变态不盯上他才怪。就是啊，晚上还不知道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这不是故意给人机会吗？我麻木地愣在原地，任由绝望在心底疯长，逃不出去，根本逃不出去。我尝试了无数的办法，最后都会遇上这个杀人狂，死在他的刀下。更令人寒心的是，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死后却还要接受铺天盖地的谩骂和羞辱。图书馆一天来往那么多女大学生，怎么就他出事了？那变态怎么不砍别人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！你们细想吧，看她那花枝招展的样子，就不是个正经女孩。看看其他女学生，穿得本本分分，哪个被拦了？我就从来不穿那么张扬的衣服，每天本本分分，可安全了。花枝招展，我低头看向我身上的衣服，这是妈妈特意给我买的新衣服，一件毛茸茸的红色旗袍。妈妈说新年新气象，给我买件漂亮的红衣服，寓意来年红红火火。我的旗袍既没有搞显胸收腰的性感设计，更没有在腿部做大开叉，甚至因为是冬装，整条小裙子的设计都是加绒加厚加长的，穿上身后能把人包得严严实实，已经完美迎合大众要求的保守审美了。这还不够吗？如今仅仅是因为衣服颜色鲜艳了一些，我就要被骂花枝招展，自寻死路吗？我心里10万分不认同弹幕的话，但却忍不住去尝试。万一呢？万一为什么变态每一次都盯上我？或许就是我这一身红衣服太过亮眼了。平日里我在图书馆勤工俭学，为了方便干活，放了一些很少穿的旧衣服在学生活动室里备用。我从衣服堆里找到最普通、最平凡、最不起眼的那一套衣服。这次换好衣服后，我丢掉行李箱，跟在别人身后，力求让自己看起来显得不那么引人注意。这一次在经过出馆通道时，我没有被人拦下，我彻底松了一口气，真的有用。可就在我刚踏出图书馆门口的那一瞬间，一双手拦住了我。同学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我又死了，我能感觉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，或许在下一次我就会彻底死在循环中。眼前的弹幕依旧没有停止过，这就是 S 大图书馆凶杀案的受害者吗？他还好年轻，好可惜呀。我复盘了一下这个案件，受害者的操作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了。面对搭讪，先假意接受稳定对方情绪，再趁机逃跑，逃跑路上迅速给保安和警察打电话，可惜还是没跑掉，真的是必死局。教科书个屁，光是这身穿搭就是反面教材了。这种看起来老老实实的朴实打扮，就是杀人狂最喜欢的目标之一。他要是穿得大红大紫引人注目，反而没人敢随便下手嘞。要我说还是少个男人，现在的年轻女孩没有男朋友，谁保护你们啊？这不就死了？都是命，怨不得别人，凶手肯定要找他这种看起来木讷老实的人下手啊。
这一刻，我彻底丧失了斗志。死局，这的确是一个必死局。不管我怎么做，做得再好，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加害者，受害者就不可能会消失。我麻木地在图书馆里游荡，试图找到破局方法，但怎么找都找不到，却意外在自修室里撞上了正准备离校的体委和班长。体委和班长是2个热心肠的男生，一看到我就主动请缨要帮我搬行李。我们俩都是本地人，没行李要带，反正都顺路，我们帮你拿呗。想到每次都能遇到的杀人犯，我极力拒绝，生怕连累他们。但是他们只把我的拒绝当成是不好意思，一人拖着行李箱，一人拖着我的背包，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，硬推着我往前走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跟着他们的步伐前进。看来这次是推脱不掉了，只能注意在下次重来的时候避开他们吧。经过出管通道的时候，我远远就看到了在蹲守我的变态。这一次，他的情绪比前几次激动许多，眼神里有滔天的怒火和恨意，还有不甘、嫉妒以及害怕。不甘、害怕，为什么他有这种情绪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纠结了一路。而当我从深思中反应过来时，我发现我走出来了。我不可思议地回头，杀人犯站在图书馆2楼窗户边，死死地盯着我，仿佛要把我的身体看穿一个洞，但却迟迟没有行动。甚至在我看到我离图书馆越来越远后，直接离开了。这一次，我活下来了。我顺利离开学校，踏上回家的旅途。现在的心情很复杂，有劫后余生的喜悦，也有不解。我不明白这一次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却反而活下来了。这一次跟前几次有哪里不同吗？有。我看着把我送到校门后跟我挥手告别的班长和体委，脑子里浮现起之前的弹幕，要我说还是少个男人。所以原来真正的破局方法就那么简单。我费尽心思寻找出路，规划周全的逃命计划，全都敌不过身边站着一个男人，哪怕他什么都没做。好荒诞的故事走向。我站在原地，一阵悲凉笼罩全身。突然想起以前在网上刷到过的拒绝男性搭讪小妙招，不要说自己不想加不喜欢，要说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他会不高兴的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凶手眼里的怨恨、不甘和愤怒。他看上的猎物被人抢先占有了，他没办法再下手了。多荒谬的想法！但偏偏是这样荒谬的想法救了我一命。驻足良久，我重新收拾好心情，拉着行李箱赶往高铁站。不管怎么样，至少我还活下来了。妈妈还在家等我呢。我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贪婪地享受阳光的温暖，马不停蹄地朝着回家的方向赶路。我终于从这该死的死亡循环里活下来了。新生活，我来啦！下一秒，一双黝黑的手拦住了我的去路。我抬头，对上了一双苍老狡黠的眼睛。小美女，你知道和平巷怎么走吗？强烈的危机感震得我头皮发麻，来不及思考到底是哪里不对劲，强大的求生欲促使我转身拔腿就跑，连行李箱都没来得及拉上。但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，一根铁棍重重敲在我后脑勺上。这一棍子敲傻了我的脑袋，也敲碎了我心心念念的新生活。醒来后，我被人锁在柴房里，成为了王老汉的妻子。我的房间总是有无数的陌生男人进进出出，每次他们都会给王老汉一些零钱，说这是对他做好事的捐赠。我听不懂他们的话，也不理解他们肆意摆弄我身体的背后意图。我只本能地觉得痛苦、荒谬和不可思议，但我每一次的反抗都只会换来更加激烈的暴打。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了，我什么话都说不利索，只会反复重复一句话：回家，锦省东远市平安街8号门102，我叫谢之安，妈妈在等我。回家，锦省东远市平安街8号门102，我叫谢之安，妈妈在等我。到最后，我一个字都说不出，只知道看着别人傻傻的发笑。我至死都没能回到那个叫家的地方。这一次，我的死亡结局是被拐卖后，在猪圈里大出血难产而亡。我没再能见到我的妈妈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了校门口，眼前的弹幕比从前更多。天哪，这就是王老汉拐卖案的受害者吗？他还好年轻，好可惜啊！什么拐卖啊？你们到底看不看新闻啊？他有精神病，是放假回家的路上发病走丢了。前面看的是营销号造谣新闻吗？女生走丢的地方离家就10几公里，不是他把人带走，人家早回家了。天天吵着闹着要判刑，孩子怎么办？孩子还小呢。再次重生，我能感受到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极限。再看到弹幕上的这些话，我气血攻心，直接双腿一软，跪倒在地上。我无力地抓起地上的泥沙，朝着空中虚浮的文字撒去。吼得撕心裂肺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我才是受害者，为什么总是要在我身上找问题，要替凶手找身世可怜的理由？我到底有什么错？我只是想活着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选择出你们口中的所谓的正确做法？我哭得崩溃，但话语一出口，便全成了哔哔哔的禁言提示音。远处的班长和体委看不到前因后果，只看到我突然走着走着，整个人摔倒在地上，随后又哭又闹的疯狂对着空中张嘴，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他们吓坏了，连忙过来搀扶我。
两人看我这个状态，也不敢让我自己回家，生怕我在路上出什么意外。他们一合计，干脆好人做到底，给我妈妈打电话要了家里地址，亲自护送我回家。两人一人帮我搬行李，一人搀扶着我。哎呀，你不要不好意思，我们俩本来也计划假期出去旅游呢，这下正好了，你家乡山清水秀，我们正好当顺路去旅游了。在他们好心护送下，这一次我躲开了被拐卖、虐待致死的结局，安全回到家里。经历过几次死亡循环后，我的精神状态被压迫到极限，随时都要爆发。我每天草木皆兵，哪怕是听到一点陌生的声响，都吓得失声尖叫。一整个假期，我都没再出过门。妈妈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，但她每天都陪在我身边，积极地陪我对抗阴影。她每天给我做好吃的饭菜，陪我谈心聊天，还请了专业的心理治疗师。妈妈给足了我安全感，我渐渐开始从噩梦中走出来。然后我见到了多年在外打工，对我生而不养的父亲。妈妈前脚出去买菜，他后脚破门而入。他一进门就重重给了我2巴掌，硬生生打掉了我1颗牙齿。你个赔钱货，年纪轻轻学别人勾男人，我的脸面都被你丢光了，邻居都告诉我了，你玩男人玩到家里了，还一次带2个。本来指望你读个好大学，以后能嫁个富贵人家，现在把名声都搞臭了，以后哪个好人家敢要你啊？你妈教不好你，我来。父亲把我打得眼冒金星，像拖死猪一样把我拖出去。有好心的邻居想上前劝阻，却被身边的人拦下来了。他们说，你上去干什么呢？清官难审家务事，人家爸爸教女儿，我们外人不好插手的哇。清醒后，我穿着暗红破旧的红嫁衣，脸上顶着红肿的巴掌印，被4、5个壮汉按在牌位前，哐哐哐敲了几个响头，潦草地完成了这个会禁锢我一辈子的婚礼。这一次，我被亲爸以6万的彩礼价格卖给了陌生男人，成为对方名正言顺的老婆。何阳对外是爱老婆顾家庭的耙耳朵，对内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。他总是不分时间场合对我拳打脚踢，我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新伤接着就伤，没有一块好皮。我试过无数种自救办法，我想离婚，但是大家都劝我，哪个男人没点臭毛病？何阳有钱有地位，我就不能安心好好过日子吗？工作人员也把我的离婚申请故意压下，他们说宁拆10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他们这都是为我好，是在做行善积德的大好事。我试图逃跑，藏起身份证，丢掉电话卡，断绝所有外界联系，但每次都会被抓回来。回到家中，等待我的是更加激烈的暴打。何阳打得青筋暴起，口水横飞，老子花了天价彩礼娶你回来的，收了老子的钱还敢跑？把你腿打断，看你以后怎么跑！我彻底被打瘫，肋骨骨折，多处脏器受损，要终生躺在床上度日。我麻木地盯着雪白的天花板发呆。消失了很久的弹幕又出现了。天啊，这就是小安家暴案的受害者吗？他还好年轻，好可惜啊！活该，谁让他收天价彩礼，支持的扣1。还是打轻了，就应该直接打死，打得半残还得照顾他后半生。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打他？别人家怎么没这种事？听说他出轨，给他男人戴绿帽，读书时候就玩得花，结婚了也不收敛，被打完全不冤，轻伤而已，他夸大了。他这是盯上了男的家产，忽悠你们这些无知网友呢？还真帮他去冲锋陷阵了。我再也站不起来了，但我还是想活着，我还想感受这个世界，我还想再抱抱我的妈妈。妈妈耗尽家财给我请了她能请到的最好的律师。我们不要道歉，不要赔偿，我们要何阳判重刑，再也不能出来。妈妈跪着给律师磕头，求求你们帮帮我女儿，只有她死了，我女儿才有活下去的机会啊！案件开庭的时候，我因为伤势过重，再次被推进病房抢救。当我好不容易在死神手里逃脱，安全离开手术台时，采访的人围满了我的病房。从他们的口里，我听到了何阳判刑的消息，他被判了10年。我感觉我又死了一遍。我从病床上滚了下来，双腿狼狈地拖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直到看到朝我狂奔而来的妈妈，她被人群推搡着，跌跌撞撞地挤到我面前。我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：妈妈，怎么办？她活着，我就要死了呀！再睁眼，我回到了第一次被何阳家暴的那一天。我精神恍惚地看着自己还能健康动弹的身体，重生的时间线变得越来越厚了，留给我扭转人生的机会越来越少了。眼前的弹幕在飞快刷新。天啊，这就是小安家暴案的受害者吗？他还好年轻，好可惜呀！自找的，懦弱的人，自己不知愣起来，谁也救不了他。第一次被打的时候就应该狠狠打回去啊！舍不得反抗，亲老公，就是这种下场喽。未知全貌，不予置评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谁知道他干了什么呢？他就是太软弱了，要是硬气起来，敢反抗，谁还敢欺负他？我看着弹幕，忍不住发出一声嘲讽的轻笑。我不会再听他们的话，他们永远是这样。不管我如何做如何选，都无法满足那些爱挑刺的人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永远有罪。这一次，我毫不犹豫地举起尖刀，狠狠插入何阳的心脏里。他在睡梦中惊醒，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盯着我。你敢？我敢！我抄起床头的花瓶，朝着他的脑袋狠狠砸下去。
清理好现场后，我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在隔壁室工作的父亲。他正在酒桌上安慰生不出儿子的好兄弟，这年头生女儿好啊，压力小回报大，又不用给他买车买房搞教育，长大了还能赚彩礼。你头2胎生女儿有什么关系？2个女儿2份彩礼，以后老了擦屎擦尿有2个人照顾，多舒服。而且前几胎是女儿，后面才能安心追儿子啊。你要是前几胎都生儿子，后面的还敢生啊？几个儿子几套房累死了。我都准备回家让我那口子再拼1胎了，一男一女凑个好字。妈妈为了我，为了旁人口中的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，忍受了这个男人大半辈子。我不忍了，也不想妈妈再忍了。我帮他结了酒钱，带他回他租的房子里。男人闹着喊着说没喝够，继续上酒。我将大量头孢胶囊拧开融进酒里，给他斟了一杯又一杯。如果我的既定结局是死亡，那我希望至少在我最后的生命倒计时里能保护我最爱的人。在确定男人死透之后，我搬回了家，将所有钱转到了妈妈名下，陪妈妈逛了超市，一起做家常饭，饭后手牵手在家边的小公园散步。最后在风和日丽的一个下午，我自首了，我被判了无期。这次的弹幕密密麻麻铺满了我的视线。这就是小安杀人案的凶手吗？年纪轻轻，心肠真歹毒啊！什么判得太重啊？你们懂不懂？他可不是过激杀人，他这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杀人，没判死刑已经便宜他了。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女人的绝对力量没有男人强，男的杀妻是过激杀人的情况比较多，但女的杀夫基本是预谋已久了，不然他怎么干的掉一个大男人？他完全不值得可怜，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谈，非要杀人？就是啊，被家暴了就报警啊，一言不合就杀人，也太极端了。好偏激啊，这个凶手，男的家暴估计也是被他逼的，指不定这女的平日在家里多耀武扬威呢。孤独的狼，这个女的好恐怖，像我这样贤惠乖巧的好女人不多了，你可得好好珍惜。他爸也是倒霉，从小如珠如宝宠着这个女儿，最后反而死在女儿手下。他对他女儿那么好，这女的干嘛要杀人啊？好像是他妈出轨被发现了，他们俩母女本来是想把男的搞瘫的，以后家里财产还不是任由他们自己搞，结果下手重了搞出事了。他家一个男人都没有了，以后他妈怎么活呀？真是不孝女。家里没男人坐镇，完了，以后他妈要被人欺负死了。我再也受不了了，在法院上发了疯一样挥手驱赶眼前的弹幕。我哭得声嘶力竭，字字泣血。我只是想活，我到底有什么错？我用尽了所有的办法，我找不到活路啊！为什么我永远是被推出来的那个？为什么弹幕可以随心所欲的造谣，躲在人群中用一些我才估计好像据说的字眼，就能心安理得的传播虚假消息了吗？我被家暴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？我妈妈被逼着一个人打3份工去养活的那个废物的时候，你们又在哪里？我声嘶力竭喊出最后一段话。下一秒，周遭的环境变得支离破碎，整个世界开始崩塌。半空亮起血红色大字：虚拟惩罚体验者，编号34467，性别男，年龄28。通关条件：认识错误。现检测到体验者已满足通关条件，正在进入通关结束流程。蓝星，现实模拟审判庭。我坐在正中央，前方的大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着我在各个热门事件下的评论。1月23日，谁让这女的大半夜出门啊？6点天黑之后，女人就该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一个人到处晃，不抢劫她抢劫谁？1月24日，随机杀人吗？我看不像，旁边那么多男的不捅，就捅这女的，怕不是这个女的给人戴绿帽了吧？2月1日，都把男人逼得动手打人了，肯定是这女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。3月24日，哪个当父母的不爱孩子？不过是失手把孩子锁在洗衣机里洗了一下，这就要告他虐童，网民被当枪使了呀。4月25日，什么家暴啊？没看新消息吗？装的人家这是打算用这个借口转移财产。8月11日，看她那花枝招展的样子，就不是个正经女孩。我就从来不穿那么招摇的裙子。9月27日，有事就报警啊，选择跳楼来博人眼球，还说什么事情没有热度，只能这样了，死了也是活该，都完全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，活着也没用啊。10月19日，我们都是要尊重法律的，不能因为这个受害者是女性，就天然同情她，就认为她是对的，是吧？擦亮眼睛选男人，世界上好男人很多的，怎么他就选个这样的不好的？是不是他自己就喜欢这种自己选的，怪不得别人。希望我们的女性朋友多从这个事件里面吸取经验教训。12月21日，我说句公道话，这小姑娘安全意识太差了，窗都不锁好，这摆明是给人家留门，怎么她家旁边其他人没事，就她被侵犯了？自己好好反思反思吧。12月25日，一桩桩一件件罪行被轮番播放完毕后，空中响起冰冷的机械音，编号34467，虚拟体验惩罚已结束，请问你是否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？半空中漂浮起2个按钮，我有罪我无罪，我连忙按下我有罪的按钮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知道居然有那么恶劣的影响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犯了。在审判庭外，我遇到了跟我一样的体验者，我们互相递烟吐槽，最后约着一起去喝酒烤串放松放松，去晦气。饭桌上，我们推杯换盏，喝到尽兴时，有个哥们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，那个审判庭一定要选我有罪，
才能被放出来，你们都觉得自己有罪吗？那肯定不啊。大家交换了下眼神，得到相互肯定的讯号后，都打开了话匣子。真有病，我就随便说说，他们就把我拉进那个什么破虚拟空间里。呸，我这辈子都没那么憋屈过。这个虚拟体验居然还是以受害者残留的思维模式运行的。我们虽然精神留在那躯体里，但是除了感受它的痛苦外，完全不能自己做选择。如果能让我做选择，哪会死得那么惨？这些人自己蠢，死了之后还得多坑我们一次，真是废物，不死也没用。有人听不下去了，提前从饭桌离开。我是真的觉得自己错了，我从来没想过随手打下的话会给受害者和家属造成2次伤害。你们选择我有罪，不是真的知道错了，只是怕了，怕再被拉回去。你们难道还没醒悟吗？如果有一天你们真的也遇到这些事情，那该怎么办？饭桌上沉默了2秒，接着响起接二连三的爆笑声和酒杯碰撞声。你们听他说什么？我们怎么可能真的遇到那些事情啊？扭扭捏捏的跟个女似的，一点都不爷们。半年后，我又在网上刷到令人气愤的案件，愤懑地写下长评：什么叫造谣啊？人家电影改编故事，给受害者加点剧情很正常啊，艺术改编而已，这样人物才立体啊。是说电影女主角私生活不检点，又没说案件女主角本人私生活不检点啊。一群人在那上纲上线的，还说受害者家属被气晕了，那是他们心胸狭隘，这点度量都没用，迟早也要被气死。怕不是这家人看人家电影赚钱了，想坑钱呢。打完这段话后，我安稳地进入梦乡。不错，今天又做了一件好事。半晌后，一段血红的文字突然飘在半空中，请进入楼国坠崖杀妻案副本。本次副本无存档重来机制，你能顺利活下来吗？